现在啊，考克斯完全给打懵了嘛，打懵了。打懵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行了，都哭了。”米国黑妞被打得嚎啕大哭，中国姑娘根本不给机会，疯狂重拳砸向米国黑妞。黑妞名叫莎埃娜·考克斯，是来自美国19岁的一位超新星，战绩9胜2负，实力超凡，临场反应和战术打拼经验都很丰富。而且这美国黑妞根本看不起中国姑娘。此次米国黑妞对战的是中国姑娘邓祖儿。邓祖儿来自中国香港，年龄29岁，比考克斯打了足足10岁。这是邓祖儿初入昆仑决赛时，战绩为0的邓祖儿并不畏惧9胜的考克斯，这就导致了考克赛前看不起邓祖儿的0战绩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进入到第1回合，考克斯直接走向邓祖儿，一套组合连击给邓祖儿打蒙圈了，连拳都不碰，太无理了。邓祖儿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与美国黑妹进行换拳。美国黑妹处于组合连击的状态，丝毫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思。邓祖儿的经验和打法比较老道，对黑妹的软绵绵的拳，邓祖儿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紧接着再次对着邓祖儿狂轰慢炸，邓祖儿也在积极进行换拳。裁判见状不乐意了，直接终止比赛。米国黑妹直接举手开始欢呼，走向一旁上前进行庆祝。这举动给在场观众都给整懵了。比赛重新回顾正常，美国黑妹预想再次故技重施，再次对邓祖儿开始了狂轰滥炸。邓祖儿虽然挨到了很多拳，这拳还不足以让邓祖儿倒下。美国黑妞攻势愈加猛烈，邓祖儿的拳也不是吃素的，拿着拳头疯狂反击美国黑妞，被对方是以压倒性。对，这南方选手打得非常的主动但是他这种打法，我们不是说特别的提倡。虽然你要有这种气势，但是我们觉得之前还有点乱。对，某种意义上，压迫式打法也是需要以实力为后盾的。是的。好，你看现在局势开始有点翻转对，邓祖儿开始反击了。邓祖儿是29岁的选手，打过很多职业比赛，所以经验会很丰富。对。面对黑妞的攻势依然不减，邓祖儿也在组织有力进攻进行反扑。美国黑妞在邓祖儿的频繁反击之下，往后拉扯的同时还在不断的挥拳。这黑妞还真不怕中国姑娘放眼里。就看在这是在美国主场，客场的邓祖儿并没有大开杀戒，只是暂且缓慢进行进攻。跟我们的资料是身高1.76米，而这个邓祖儿身高1.70米。如果作为我们中方普遍这个俱乐部也好，专业队也好，就是像他们这么高的身高的女选手并不多见。好，你看邓祖儿开始反击了，而且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他内围的时候，他这个膝用的很熟练。毕竟美国选手非常年轻，只有19岁，他的技术不一定那么全面，所以内围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有动作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这个考克斯啊，他主要是用他的就是2个左右直拳，他摆拳勾拳都几乎都很少用，几乎没有打出来过。对，如果能够解决战斗，经过缓冲的邓祖儿拿着拳头就走向黑妞，关键是不一定这么容易。黑妞的气势现在你看邓祖儿明显开始反击，并没有了之前的狂轰滥炸。好像有点下去。黑妞的眼神中充满了无懈可击的力量，预想再次故技重施给邓祖儿来一套组合连击。邓祖儿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不仅从双方的打击力上来看，现在慢慢已经适应他这种节奏了。对，你看现在开始反击了。对，现在明显的开始反击。对，现在反过来看这个美国的萨安娜·考克斯呢，他就想在力量上他有点顶不住这个现在邓祖儿的。我就觉得这个变化也太快了，变化太快了。也许他这刚才第一回合前面可能体力上也有点消耗，可能节奏没有完全掌握好。这倒计时可不是结束了，还有10秒呢。这说明这个南方选手经验不是特别足。好，那这个开局初期看南方选手考斯特进攻非常凶猛，很主动。你看他就靠这左右的这个直拳，你看是吧？对。这时候邓祖儿还没完全反应过来，刚才一个直拳打得很准，后手直拳打得挺准的。你看似乎要结束比赛的样子。对。好，这是一个。这时候裁判终止了比赛。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，邓祖儿持续跟进黑妞，美国黑妞不断往后撤退的同时还在进行反击，不断的给邓祖儿上盘压力。黑妞的摆拳几乎没怎么用过，都是直拳和后直，不知道是不会还是怎么。邓祖在内围明显占有优势，因为他的膝会频繁的上膝。
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考克斯利用一个前手直拳啊控制，他现在就觉得考克斯他的打法太单一了，就靠左右直拳。主要直拳。实际上，昆仑决的自由搏击比赛是可以上膝的。对，他连腿法都没有，你看。对，可以上腿，可以上膝。对，这腿就说明一点，他这个局势已经完全发生改变。一开始进攻凶猛的黑妞，现在已经开始满场逃窜，尽量规避更多的伤害。邓祖儿怎能忍得了不碰拳就开打的局面？持续对黑妞进行暴力击打，边腿的进攻。这时候他就好家伙，邓祖儿几记连续顶膝，黑妞直接倒在地上，捂着自己的头发躺在地上。裁判也是一脸雾水，于是黑妞决定假发扔掉，来与邓祖儿来一场真正的较量。扔掉假发的黑妞，就像西方失去耶路撒冷，菏泽失去了曹县，群龙无首的千军万马。黑妞已经不行了，都已经被打哭了。邓祖儿可不管这么多，继续挥拳狂砸。抓紧时间进攻，不管比赛有什么插曲，我打我的比赛。对了，我才不管你呢。邓祖儿连续的顶膝重击打出，裁判开始为非作歹了，直接将进攻的祖儿拉开。虽然黑妞开始说我的护齿没了，护齿找不到了，结果一目了然，比赛暂停。刚才可能是让他那个教练，给他整理发型的时候，觉得对扔掉了。对，郑主任觉得对方现在心态不是很平稳，所以再抓紧时间进攻，这叫乘胜追击。对，哎呀，这时候我们看到考克斯还有10秒钟，还有10秒。对，内围的时候明显邓主任占有优势。对，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。失去假发的黑妞状态下滑特别严重，这个时候的黑妞就像做错事挨骂的小孩子，唯唯诺诺，迟迟不敢发起进攻，只在等待邓祖儿发起进攻，黑妞来进行反抗，反抗不及时就要挨揍。现在只有19岁啊，19岁，比赛经验还欠缺。再从技术层面来看，这个邓祖儿要比他的技术要就是进攻的线路更丰富一些。他不光有拳法，最关键他有腿法的膝撞的这个袭击动作。对，打近身之后，从战术角度来说，南方选手身材毫无比赛经验的黑妞打的拳毫无章法。面对邓祖儿的拳法和腿法，黑妞已经无力进行抵抗，开始了无谓的抗揍环节。对，再一个他是没有腿法。那么我这前手拳，我想控制对手，他没这种力量顶不住，对，又顶不住。你看，现在就没有腿法，根本我前手拳根本都没有。你看，对，处在一个被消极的一个状态中。这个就变成消极防守了，完全是消极防守了。这个南方应该打得更积极一点，对，把那个第一局的那个气势打出来。被裁判拉开的黑妞已经开始哭丧了，第一局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了。现在的黑妞就是待宰的羔羊，即便是比赛继续，黑妞也无事于补了，真有可能终止比赛了。终止比赛了。对，因为考克斯这个他从战斗意志上来说已经有点不适合继续打比赛了。还留了这个楣弓被打开了，然后对，我估计是应该是这个是膝撞的，要是靠这个女选手的拳法要打开这个楣弓是不太容易的。对，好，这个比赛邓祖儿一路小跑，跑到邓祖儿面前就是一顿狂轰滥炸。黑妞还是有志气的，毕竟是在自己的主场，绝不能投降认输。好，打出自己的左拳。这也可能真是这个考克斯这个女选手，因为一看自己这个右侧眉骨已经流血之后，反而被激怒了。对，这时候还有点力量，我能顶一下这个邓祖儿，我的那个拳法能顶一下。你看，但他前手拳没有力量，你看没有？他是想用前手拳有点顶不住，但是顶不住，顶不住，又往后退了。好，这还是少数的这个南方选手击拳。对。再一个，他的距离感也挺好，因为让那个谁，那个邓祖儿已经给他压的已经没有这个距离了。对，他比赛结束，美国黑妞垂头丧气低下头颅，等待裁判的制裁。哎呦，这美国老有意思，判定平局，场下一片唏嘘。